日本有一条街叫做歌舞伎町，它是亚洲最有名的风俗街。白天，这里看起来跟普通的商业街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到了晚上，这里的气氛就变得暧昧起来，人流密集，奢靡繁华，每一盏霓虹灯下的招牌全都是风俗店。而日本也以这种特殊的文化方式吸引着全球的游客参观，甚至相关的产业都成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但是在网络上却有这样一种说法，很多风俗店不愿意接待来自中国的客人，这就很奇怪了。上门就是客，更何况能远赴海外旅游的人，向来都不会吝啬消费。那日本的风俗店为何要拒绝中国人呢？是语言不通，还是另有隐情？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开始前，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了。严格来说，日本风俗店不接待中国人并不是歧视或针对，因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只要是外国人，他们通常都不接待。不过这也并非绝对，日本也有一部分特殊的风俗店愿意为外国人提供服务。日本的风俗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奇怪现象，我们还得从日本的历史开始说起。日本是一个文化风俗习惯性格相对内向、相对封闭的国家，所以日本的风俗业自古以来都是以日本国内的男子为主要客源。换句话说，只做日本男人的生意就完全足够了，不需要依靠外国人。外国游客来光顾，这是日本风俗业的基本底色。在日本从事风俗业的，无论是小姐本人还是前台经理，文化水平都不高，英语很差，语言不通，就很容易发生矛盾。读者来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在按摩服务的期间，换一种精油要加钱，延长服务时间也要加钱。这些规则可能写在风俗店的墙壁上，正常客人一眼就能看到，因此店家自然不会特意提醒。但要是不懂日语的客人呢？除此之外，有些风俗店为了安全，需要客人连续消费一定的次数，确定你是一个有诚意的熟客，而不是不怀好意的卧底，才敢向你提供大保健服务。这一切都需要语言的沟通，语言不通，再加上风俗店的特殊性质，自然就很容易产生误会，尤其是结账的时候。而且日本的风俗业和中国不一样，中国的管理者让小姐接客，小姐就必须进行服务，没有资格挑选客人。但日本不一样，在日本的场所，如果一个小姐不愿意接待外国客人，她可以告诉经理，经理也会尊重小姐的意愿。在过去，日本也曾尝试过接待外国客人，但发生过很多不愉快的事儿。比如外国客人看小电影看多了，误以为日本小姐是可以随便粗暴对待的，所以会有一些出格的行为举动。有的日本小姐只愿意给外国客人按摩，不愿意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但因为语言不通，难免造成误会。结果外国客人霸王硬上弓，闹出治安事件，诸如此类的不愉快案例太多，一传十，十传百，逐渐的日本风俗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他们吸取教训，立了一个不成文的行规，不接待外国人。因为语言不通，发生误会的时候连架都吵不成，哑巴吃黄连太惨了，索性一概不接。看到这儿，有的观众或许会好奇，既然是不成文的行规，没有法则约束，那么时间长了，总有不守行规的商家吧？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由于风俗业竞争激烈，有的风俗店生存艰难，自然就愿意接待外国客人了。这就是读者之前说到的特殊风俗店。事实上，日本风俗店在接待客人的时候，并不会问你是不是日本人，也不会检查你的护照。从理论上来说，只要客人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流利到让人听不出来你是外国人，那就不会有拒绝的问题。在日本生活的移民，日语非常流利，对于他们来说，日本的风俗店完全畅通无阻。因为东亚的国家在外表上没有太大差别，一般人也很难看出端倪。了解日本风俗店的真实情况后，我们再来回看视频开头的说法。日本人看不起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所以日本女人绝对不为外国人提供服务等等，这些都是谣言。而且这个说法未免也太高估日本人了。现实世界里，日本人在有钱赚的时候根本不讲什么民族主义。日本不但不存在女子不陪中国人睡觉的情况，而且还恰恰相反。在历史上，这个国家曾有一个专门为中国人进行服务的群体，叫做唐行小姐。唐行小姐指的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大量日本女子来到中国的上海、北京、香港、东南亚的华人聚居社区，出卖色相，以此为生。日本在1974年还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望乡》，就是讲的唐行小姐在海外的历史故事。不过虽然部分风俗店愿意接受外国人，但他们往往也有自己的小心思。比如在确定客人来自海外，并不了解当地的风俗和规则后，
他们一般都会把店里不太红的小姐推荐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是因为店里的红牌不愁客源了。店里的红牌都有本国的熟客，他们和本国熟客的预约订单有时候都要排到几个月之后。反倒是质量较次的不怎么红的小姐姐，他们会跟店里的经理说，有单子的话请多关照我，哪怕外国客人也可以。所以作为外国客人被推荐的往往是店里不太好的小姐。不过这种区别对待已经算是好的了，因为在歌舞伎町这样的地方，专门坑害外国人的陷阱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得多。在新秀歌舞伎町的游客很多都会被街边操着国语的拉客者搭讪，但要是你动了歪心思，那可就要倒霉了。在2007年，来自广西的郑先生就曾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在新秀街边遇见拉客人，想着旅游时顺便在风俗店里尝试一下日本的特色服务，于是他在这些拉客人的鼓动下动了色心。谈好价钱后，郑先生被带到店中。进了店后，他被前台小姐告知需要先洗澡，物品可以先寄存在前台。这样的规矩乍一听似乎没什么问题，于是郑先生没有多想，就兴奋地进去洗澡去了。然而就在郑先生洗澡过程中，寄放在前台的包内现金包括美元、人民币都被店家拿走。信用卡被刷时因为有密码，小姐与店家就进入浴室暴力胁迫他说出密码。期间郑先生还被小姐打了几个耳光。什么都没有做成却被洗劫一空的郑先生带着满心的愤怒，鼓足勇气找到警察署报案，却被告知因证据不足无法立案。因为预定结束的旅游时间临近，郑先生又人生地不熟，再加上这样的事情要是传入国内，不但面子上不光彩，还有可能惹上更多麻烦。于是郑先生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国内。很多人都认为新秀歌舞伎町既然堂而皇之的以日本东京最大红灯区而知名，在这里找特色服务应该很安全。事实上，日本东京新秀歌舞伎町内有各种合法经营执照的风俗场所，也有很多从事违法活动的暗店。一名在日本专门接待中国游客的段姓导游表示，他现在带团只敢在歌舞伎町街道边上转转，草草介绍一下便换下一个地点，因为那里很不安全，是东京附近最混乱的地区。段导游表示，很多中国游客会让他推荐店铺，询问哪家小姐服务好。对此，段导游相当的无奈，毕竟自己是导游又不是劳保，而且能够满足不懂日语游客需求的店铺基本都是中国人开的，里面提供的小姐也都是国货。最重要的是，在海外也千万不要觉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实际情况大多都是老乡见老乡，背后给一枪。毕竟得罪日本本地人容易被找麻烦，而这些没什么防备的老乡，就算被坑了也没法维权，简直就是最好下手的肥羊。于是他们就将黑手伸向老乡。所以归根到底，如果大家真的去了日本，在没有当地人引路或者不了解日语的情况下，还是不要想着尝试特色服务了。毕竟点了个不受欢迎的小姐也就罢了，要是被敲诈勒索，可就得不偿失了。好了，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